今天我们要聊一个很多人都有却不太愿意公开讨论的尴尬问题，没错，就是便秘。别不好意思，便秘其实非常普遍。医学上通常将每周排便少于3次，或经常感到排便困难、粪便干结且排不干净，定义为便秘。如果这种情况持续超过3个月甚至半年，就属于慢性便秘，对日常生活品质会产生明显影响。根据统计，全球约有 14% 的人口深受便秘困扰，在台湾估计超过500万人有不同程度的便秘问题。20岁到50岁的成年人里，将近1/4饱受卡卡之苦。65岁以上长者便秘的比例更高达40%，因活动量减少等因素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常常蹲在马桶上出不来，你一点也不孤单。不过，普遍不代表可以轻忽。便秘发作时，那种腹胀难耐、坐立不安的滋味真让人抓狂，肚子里仿佛塞满了废物，胃口也变差了，连心情都跟着受影响。严重的长期便秘、用力过度，还可能导致痔疮、肛裂等尴尬又疼痛的肛门问题。肠道长期积存废物和毒素，也可能提高肠道慢性发炎、肠道菌丛失调，甚至大肠息肉、大肠癌的风险。所以千万别让便秘一拖再拖，及早改善才是上策。说到便秘，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自己的独门偏方。1天不排还好，2天不排开始着急，3天没排，很多人就开始疯狂寻找各种土方法，想要速战速决。有人说快吃香蕉，把香蕉当通便灵丹，卡住的时候狂啃好几根。也有人热衷于各种顺畅饮品，什么优酪乳、蜂蜜水每天灌，甚至还有人干脆一言不合就生吞好几大口香油，只为了不用在马桶上憋到五官扭曲，青筋直冒，却依然拉不出来。然而现实往往很残酷，这类偏方大多不怎么管用，该排不出的照样排不出，搞不好肚子更胀，心情更烦躁。那么坊间广为流传的香蕉通便究竟灵不灵？为什么有些人吃了香蕉反而更加难受？难道香蕉根本不能通便吗？便秘的痛苦，香蕉怎么会懂呢？别急，让我们一步步来揭开真相。其实香蕉是不是通便神器，得看情况。如果你吃对了香蕉，的确可能有帮助，但吃错了香蕉，可能适得其反。一般人认为香蕉富含膳食纤维，可以刺激肠胃蠕动，润肠通便。然而，科学数据揭示了一个有趣的事实是，香蕉的膳食纤维含量并没有大家想的那么突出。每100公克香蕉仅含约 1.2 公克膳食纤维，在常见水果中属于中等偏低水平。相比之下，苹果每100公克约有4到5公克纤维，梨子的纤维更高。有一种有名的库尔勒香梨，每100克含纤维约 6.7 公克。也就是说，光靠吃香蕉其实很难摄取到足够的纤维来产生明显的通便效果。更值得注意的是，香蕉的成熟度对通便效果影响很大。如果你吃的是没熟透的生香蕉，不但不能通便，反而可能越吃越便秘。那些皮色青绿、果肉映色的香蕉含有大量单宁酸，也称鞣酸，会对肠道产生收敛作用。简单理解就是让肠道变得更干、更慢。赛宁会抑制消化液的分泌，减缓肠道蠕动，结果让粪便在肠子里停留更久，变得更干硬。吃了这样的香蕉，便秘当然只会更严重。许多人抱怨吃了香蕉反而更堵了，罪魁祸首往往正是那种没熟透的青香蕉。所以想靠香蕉促进排便，一定要挑熟透的香蕉吃。当香蕉表皮呈鲜艳的黄，甚至出现一些褐色的小斑点时，表示它已经成熟香甜。这时香蕉中的鞣酸含量大幅降低，膳食纤维和果胶等有益成分反而更多，口感也变得软绵好吃。这种熟香蕉相对才有润肠通便的效果。反之，又轻又硬的香蕉最好先别急着吃，放在通风处耐心催熟几天再享用。另外，就算是熟香蕉，也不要一次吃太多，期望立刻见效。正常均衡饮食的前提下，把香蕉作为纤维和营养的辅助来源即可。1天吃1到2根已经足够，多吃未必多拉，过犹不及。总之，香蕉并非对每个人都灵验的万灵丹，
那么便秘的克星到底是什么呢？好消息是，营养学专家和医生们已经总结出几种对改善便秘特别有效的食物。真正能通便的其实是下面这6种食物。现在就让我们隆重揭晓这6大通便王牌高手。关键时刻拉不出时，吃上其中1、2样，据说能立刻助你排出堆积已久的3公斤垃圾，连大肚腩都跟着慢慢消失了。虽然这种说法有点夸张，每个人体内肌醇的状况不同，不会真的一下子排出3公斤那么多，但形象地说出了畅快排便后的轻松感。因为当那些宿便废物被清空，你会感觉整个人都神清气爽，腰围都小了一圈啊。第一种，西梅。如果说香蕉算不上通便高手，那西梅绝对可以称王称后。所谓西梅，其实就是国外常见的梅子干 prune， 也就是梨子的干燥版本。许多长辈早就把西梅当作顺畅小秘方，觉得便秘时吃几颗梅干果脯就有帮助。科学研究也证实了西梅强大的通便威力。西梅中富含一种特殊的糖醇，也就是三梨糖醇 sorbitol。三梨糖醇是一种不容易被小肠消化吸收的碳水化合物，进入大肠后会在局部形成高渗透环境，携带水分渗入肠腔，软化粪便的同时，还像给肠道加了润滑剂和推进器一样，刺激肠壁蠕动，把废物往外推送。简单来说，西梅里的有效成分能一边催促肠子动起来，一边给干燥的大便补水变软，双管齐下，通便效果自然很显著。很多人都有经验，便秘难受时吃上几颗西梅干，或者喝1小杯浓浓的西梅汁，不久就感觉肠子开始蠕动起来，随即顺利排便。特别是早上空腹吃西梅，效果往往更好，仿佛一觉醒来给沉睡的肠道装上一个马达，马上开始嗡嗡运转。有趣的是，即使在医学发达的欧美国家，西梅干仍是非常受欢迎的天然润肠食物。超市里常能看到瓶装的 prune juice 西梅汁摆在货架上，标榜可以帮助消化排便，可见其实力不凡。当然，再好的东西也要适量。由于三梨糖醇有明显的渗透性，一次摄取过多可能引发胀气或腹泻。有研究指出，一般人在摄入约5克三梨糖醇时，肠道就会有所感觉，超过10克就容易导致腹泻。所以西梅虽好，也别一口气吃个10几20颗，每天适量来上3、5颗西梅干，就足以温和地帮助肠道维持顺畅啦。另外，除了西梅之外，一些水果本身也含有不少三梨糖醇，例如苹果、梨子、桃子等都有一定润肠通便效果。西梅之所以特别管用，是因为它的三梨糖醇含量相对更高，加上本身纤维丰富，可谓双管齐下。因此有人说，吃几颗西梅的通便威力胜过吃上好几颗苹果呢。还有，西梅干毕竟是干果，吃的时候别忘了多喝水，否则没有水分渗入肠道，再好的纤维和糖醇也无用武之地。其实类似的干果还有无花果干、葡萄干等等，也都富含膳食纤维，可以作为有益肠道的零食哦。第二种，咖啡。早晨起床来一杯热咖啡提神，很多人随后就会习惯性的小跑步，直接往洗手间跑。不少上班族戏称，咖啡是马桶发出的邀请函，喝完没多久，大肠就开始蠕动收缩，催着你去如厕，真是神奇又准时。其实咖啡诱发排便并不是错觉，而是有生理依据的。咖啡中的咖啡因会刺激中枢神经系统，同时促进肠道平滑肌的收缩，加速结肠蠕动，有点像按下了肠道的快转键。有研究发现，喝咖啡后结肠的蠕动强度可以提高约 60% 以上，非常明显。更妙的是，有实验对照发现，就算是无咖啡因的咖啡，也仍然有一定促进肠蠕动的作用。推测咖啡中还有其他成分，例如某些多酚对肠道肌肉有刺激效果。除此之外，早晨喝下任何温热饮品，不管是咖啡、茶还是白开水，都会启动一种胃结肠反射的生理机制。胃部感受到温热液体后，会发讯号给肠道，让大肠准备清空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一吃完早餐或喝完热饮就想上厕所。所以咖啡其实双重在帮助我们的肠道动起来。一方面是咖啡本身的化学刺激，
另一方面是热饮带来的反射作用。一杯热咖啡下肚，难怪肠道要随之跳舞。话说回来，咖啡并非喝越多越好，咖啡因过量可能导致心悸、失眠，对肠胃也可能产生过度刺激，适得其反。也有些人对咖啡比较耐受，喝了不太有感觉，那就不要强求，以免过量咖啡因引发其他问题。但如果你属于喝咖啡容易有便意的人，不妨善加利用，每天固定在同一时间喝杯热咖啡，培养肠道的条件反射。一般建议每天1到2杯，适量即可。尤其应避免在傍晚或晚上喝太多咖啡，以免生理时钟被搅乱。另外，喜欢加大量奶油、鲜奶和糖浆的花式咖啡也别过量，因为高糖高脂本身可能让肠胃更迟滞，不利于排便哦。第三种，燕麦，把目光从饮品转回食物。对于慢性便秘的人来说，摄取足量的膳食纤维是最根本的改善方法之一，而燕麦正是纤维明星，是全谷杂粮中的佼佼者。燕麦富含膳食纤维，每100克燕麦的纤维含量高达10克以上，其中又以可溶性纤维，例如贝塔、葡聚糖特别丰富。这类可溶性纤维在肠道中会吸水膨胀，形成凝胶，像果冻一样包裹着废物，增加粪便体积的同时，又让粪便变软变滑，排便就更加顺利了。燕麦还提供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，可以滋养肠道中的有益菌，改善肠道整体环境。对于平常不太吃粗粮的人，可以试着从每天早餐开始加点燕麦，比如用燕麦片煮粥或冲泡牛奶，既容易入口又补充纤维。如果嫌煮整粒燕麦麻烦，也可以选择即食燕麦片，甚至燕麦麸。燕麦外层的麸皮磨成的粉，用热水一冲就变成糊状，搅一搅喝下去相当方便。除了燕麦之外，还有许多全谷和豆类也是通便好帮手。例如用红薯、地瓜替代一部分白米饭，或者把白米换成糙米，再在米饭中加入一些薏仁、燕麦粒、玉米粒等杂粮，亦或是多吃一些红豆、绿豆、毛豆、豌豆等豆类，都能显著提高膳食纤维的摄取。有统计指出，100克红豆所含的纤维就占一般成人每日建议量的1/4以上呢。很多人平常忽略了主食和豆类的作用，只顾着猛塞蔬菜水果。其实一些杂粮的纤维含量远远高于蔬果，比如玉米渣、全麦粉的纤维含量都在 10% 以上呢。把精致淀粉换成粗粮，是改善顽固便秘的关键一步。多摄取全谷杂粮不仅促进排便，还有助于控制体重、稳定血糖、预防心血管疾病，可谓一举多得。根据营养专家的建议，成年人每日至少应摄取5份以上的全谷类，每份约等于半碗饭，才能充分获益。如果你的餐桌上白米白面占大多数，那就从今天开始，把其中一部分慢慢替换成糙米、燕麦等健康杂粮吧。第四种，芹菜。在各种蔬菜里，芹菜可以说是通便王牌菜之一，它被许多人戏称为刷锅菜，因为纤维含量实在太高。那粗粗的纤维就像一把刷子，能在肠道内扫荡残渣，清洁肠壁。芹菜中主要含有不溶性膳食纤维，这种纤维不会被小肠分解吸收，可以直接到达大肠发挥效用。一方面，纤维在肠道内会吸水膨胀，增加粪便的体积，仿佛撑开肠道，让它产生便意。另一方面，纤维在大肠中吸水后也能软化粪便，使其不至于干结成硬块。同时，肠壁感受到纤维的机械刺激，也会反射性的加强蠕动，把内容物往前推。所以常吃芹菜等高纤蔬菜，对维持排便顺畅大有益处。其实除了芹菜之外，各种绿叶菜和菇菌类都是肠道的好朋友，像菠菜、甘蓝、空心菜、小白菜、花椰菜、竹笋、金针菇等等，都是膳食纤维的丰富来源，还提供人体需要的维生素和矿物质，可谓一举多得。营养专家建议，成年人每日至少摄取500克以上的蔬菜，大概相当于3大碟煮熟的青菜量，才能确保纤维摄取量达标，约每日25到30克。需要提醒的是，蔬果虽好，也不要一次吃过量过猛。对于平时纤维摄取很少的人，
如果突然某天猛啃下一大盘高纤维的生菜沙拉，肠胃一时无法适应，反而可能出现腹胀、排气增多，甚至排便更不顺畅。应该逐步增加蔬菜的分量，让肠道慢慢适应纤维的刺激。另外，千万别以为把蔬菜水果榨汁当饮料喝就算吃蔬菜了。鲜榨果菜汁往往去除了大部分的纤维，只剩下水分和糖分，对促进排便的作用远不如直接吃整份蔬果来得有效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不同颜色、不同种类的蔬菜水果所含的纤维类型和营养素略有差异，最好每天都摄取多种蔬菜、绿叶菜、瓜果类、菇菌类等搭配着吃。比如菇类富含特殊的多糖体，可以成为肠道益生菌的食物，有助于改善肠道菌丛环境。红萝卜、甜菜根等根茎类蔬菜则提供丰富的可溶性纤维和胡萝卜素，也不容忽视。总之，蔬菜要五颜六色的吃，才能全方位畅通肠道。第5种，酪梨、牛油果。你也许会纳闷，油腻的东西不是会让消化变慢吗？怎么反而能帮助排便呢？其实，适量的油脂对肠道而言是不可或缺的润滑剂。如果一个人长期饮食过于清淡，严格控油，导致膳食脂肪严重不足，反而会让肠道缺乏油水滋润，让粪便变得干燥，难以推动。而酪梨正是一种完美的润肠油果。一颗中等大小的酪梨含有约10克膳食纤维，这纤维数字在水果中属于顶尖级别。更重要的是，酪梨富含优质的植物油脂，主要是对心血管有益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。此外，还有维生素 E、镁、钾等微量元素。这些丰富的营养让酪梨既能充当纤维补充来源，又提供了润滑肠道的天然油剂。适当摄取健康的脂肪，可以刺激胆汁分泌，增强肠胃的蠕动能力，同时让大便滑溜溜，不刮伤肠壁，排便当然就更顺利了。有人戏称酪梨是通便小能手，说的就是它润肠通便的本领。当然，我们可不是叫你去狂吃薯片、炸鸡来补油，毕竟垃圾食物的反式脂肪和高热量只会让身体代谢变差，肠胃蠕动变慢，得不偿失。正确的方法是适量摄入天然的植物油脂，比如每天早上喝1汤匙橄榄油或现榨芝麻油，或者像这里推荐的，每天吃1/4到半颗酪梨，也可以搭配一些坚果和种子，核桃、杏仁、亚麻籽、奇亚籽等作为加餐，既提供油脂，也富含纤维。一旦肠道获得足够的油水，再加上纤维和水分，排便就会顺滑许多。其实民间也有空腹喝1匙麻油、香油润肠的土方法，道理和酪梨摄取油脂相同。不过直接喝纯油对很多人来说难以下咽，而且恐怕引起不适。建议还是从天然食物中获取油脂，既健康又有其他营养。同时，年纪大的朋友要注意，不要为了怕发胖或胆固醇就完全不碰油，适量摄取植物油，例如橄榄油、亚麻仁油等，对身体是有益的，也能帮助预防因缺油引起的便秘。第6种，带籽的水果。这类水果的特点就是果肉中布满了小小的种子，而这些种子大多不能被我们的肠胃消化，相当于微型的纤维刷子，在肠道中刺激蠕动，促进排便。火龙果和奇异果、猕猴桃是其中最有名的代表。先说火龙果，它本身膳食纤维含量就不低，而满满的黑色芝麻状小种子更是会原封不动地通过消化道，一路刷刷刷地帮助清扫肠道。有些人吃完红肉火龙果，隔天如厕时常常惊讶于效果之明显，宿便仿佛被一网打尽般排出，甚至排出的粪便中还隐约看得到火龙果籽的踪影。顺带一提，红肉火龙果会让大便颜色偏红，有时连尿液都带点红色，千万别误以为是血，那只是火龙果的花青素色素，非常正常。再说奇异果，近年来奇异果在营养医学界被誉为排便之星，多项研究发现，每天吃2颗奇异果对改善慢性便秘有显著效果。其中一项研究指出，受试者每天饭后食用2颗绿奇异果，连续4周后，每周平均排便次数从原本约2到3次增加到4次以上，而粪便在肠道停留的时间也缩短了将近8小时。奇异果中所含的奇异酵素还能帮助分解食物，
减少肠胃负担，再加上丰富的水分和维生素 C， 可谓内外兼修，难怪效果这么好。除了火龙果和奇异果，还有很多带子水果对通便有益，比如草莓，满满的小籽咬不碎，全是天然纤维；又比如无花果，小小一颗里藏着上千粒酥脆的小籽，也有相当不错的顺肠作用。还有富含果胶和可食用籽粒的橘子、百香果等等。平常不妨多选择这类连籽带皮一起吃的水果作为加餐点心，既美味又助排便，一举两得。再补充几点小知识，火龙果有红肉和白肉两种品种，一般红肉火龙果的膳食纤维和植物营养素含量更高，通便效果更强，也更容易让排泄物染上红色，别被吓到。奇异果则有绿肉和黄肉，俗称金黄奇异果。两种研究发现，绿色奇异果所含的奇异酵素和纤维较多，是通便的主力军。而黄金奇异果虽然甜度较高，但纤维略少，想改善便秘，建议还是以绿奇异果为主。还有，吃水果时能连皮一起吃的，就尽量别削皮，因为果皮中往往蕴含了相当多的纤维和抗氧化物质，例如苹果皮、葡萄皮。当然，前提是要把水果清洗干净哦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传统医学中也有许多缓解便秘的妙方。中医认为便秘多属燥热或气滞，讲究用滋润和行气的方法来治疗，例如黑芝麻、松子、蜂蜜等食材，在中医里被视为润肠佳品。民间就有每日清晨空腹喝蜂蜜水或吃黑芝麻糊来助排便的习惯。许多中药方中也会加入火麻仁、大麻子、富含油脂、玉里仁、离子核仁、柏子仁、侧白种子等种子类药材来增润肠道，其中麻子仁丸就是一个治疗肠燥便秘的经典古方。不过，中药的菌泻药如大黄、番泻叶，见效虽快，但不可乱用，以免损伤肠胃。总的来说，不论中医西医，其实原理相通，归根结底还是增液行舟，也就是增加肠道中的水分和油分，让肠道得到充分润滑，大便才能顺利排出体外。六大通便食物介绍完毕，但要真正战胜便秘这个顽强的对手，光靠吃对食物还不够，生活中的几个关键细节也需要注意。第一，水分一定要充足，再多的膳食纤维，如果没有足够的水配合，到了肠道只会变成干干的负担，反而可能加重便秘。就好比一块干海绵塞在水管里，只会堵塞不通，但如果吸满了水，海绵变得柔软滑润，才能轻松滑动。膳食纤维在肠道里就像那块海绵，必须靠水分来湿润才能发挥作用，所以一定要养成勤喝水的习惯。便秘的人更要刻意比平时多喝一点水，每天至少喝到2000毫升左右，约8大杯。尤其早晨起床，空腹建议先喝1大杯温开水，可以唤醒肠胃。在一天当中，也要将水分平均分配，多次少量地补充，不要等口渴了才猛灌。除了白开水，淡茶、汤品，甚至多汁的水果也算在液体摄入里。总之，要让肠道时时刻刻都有充足的水分来润滑，纤维的作用才能如虎添翼。第二，适度运动不可少，久坐不动是便秘的大敌之一。现代很多人工作一坐就是一整天，缺乏身体活动，肠胃蠕动也跟着变懒。适当的体育锻炼可以促进全身血液循环，提高肠道肌肉的张力，让肠子动得更勤快。研究显示，规律运动的人肠道传输食物的时间较短，排便也更顺畅。其实不需要剧烈的高强度运动，每天30分钟左右的中等强度活动就足够了。比如快走、慢跑、游泳、跳舞等有氧运动，都对肠道很有帮助。如果没有条件出门，在家做做瑜伽的扭转动作，仰卧抬腿、仰卧起坐，或是用手掌轻柔的顺时针按摩腹部，画圈揉肚子，也能刺激肠道蠕动。养成每天活动身体的习惯，让肠道也跟着勤劳起来，宿便堆积的情况自然会改善。第三，少碰让便秘雪上加霜的食物。要改善便秘，不光要多吃对的食物，也要避开错的食物。有些东西会让肠胃蠕动更慢，排便更困难，比如高脂肪、高蛋白的红肉，如牛排、烧烤、各种油炸食品、炸鸡、薯条等，还有精致甜点和零食、蛋糕、巧克力、饼干，
含糖、高纤维低以及过量的乳制品、起司、全脂、牛奶等。这些食物的共同点是缺乏纤维且不易消化，吃多了会加重肠道负担。如果最近排便不顺畅，这类可能加重便秘的食物就暂时少吃为妙，至少等肠胃调理好转后再享用不迟。相反地，可以多选择全谷杂粮、蔬菜、水果等高纤维的食物来填饱肚子，既健康又有助于通便。第四，培养良好的排便习惯。要想告别便秘，改变排便行为同样重要。肠道是有记忆的器官，如果你能在固定时间给它讯号，它久而久之就会配合演出。我们的肠道通常在清晨起床和进食后较为活跃，特别是早餐后，利用胃结肠反射，容易产生便意。所以不妨每天早餐后留出一段时间坐上马桶，放松心情，尝试排便。即使刚开始不一定成功，也要耐心坚持，慢慢训练身体形成条件反射。一旦养成定时排便的习惯，你的肠道就像设定的闹钟，到点便会自然而然催促你如厕，省心又健康。反过来说，一定要避免随意忍便的行为。很多人因工作忙或嫌麻烦，硬生生憋住便意，这会让直肠中的粪便越积越多，水分被过度吸收而变干，肠道对便意的感觉也会越来越迟钝，久而久之容易陷入恶性循环，变成顽固性便秘。另外，如厕时也有几个小诀窍，专心排便，不要一边上厕所一边滑手机或看报纸，长时间坐在马桶上反而容易诱发痔疮等问题。如果排便困难，可以在马桶前放个小板凳，垫高双脚，模仿蹲姿，让膝盖高于髋关节，这样直肠能呈现更顺直的角度，更有利于排便。这些小改变都能帮助你更轻松地解出来。第五，保持身心放松。压力大、精神紧绷的人，往往肠道也跟着打结。现代医学中有所谓脑肠轴的概念，意思是大脑和肠道之间有密切联系。当一个人长期处于焦虑紧张的状态时，交感神经会持续兴奋并抑制肠胃蠕动，让我们有种肠子打结的感觉。只有当人放松下来时，副交感神经占上风，肠道才能正常工作。因此，学会释放压力，保持愉快的心情，也是预防便秘的重要一环。充足的睡眠和规律的作息也有助于肠道按部就班的运行。当人处在放松的状态时，肠道蠕动才会比较顺畅，所以心情舒畅真的很重要。综合以上几点，我们可以总结为一句话，就是多纤维、多水分、适量油脂、规律运动、定时如厕、身心放松。当你在日常生活中实践了这些改变，再加上我们介绍的6种食物傍身，相信多年的顽固便秘都会逐渐好转。要知道，大部分的便秘其实都是生活方式问题导致的，只要方法用对了，人体自有强大的调节能力，可以慢慢恢复正常的排便节奏。事实上，我身边就有不少人亲身体会到了上述方法的威力。一位同事小张过去常常3天才勉强排便一次，为此饱受腹胀、烦闷、食欲不振的折磨，脸上还长了痘痘。后来他下决心调整生活方式，每天清晨空腹先喝1大杯温开水，配1颗奇异果，早餐改吃高纤燕麦粥，中午饭后绕着办公室走动10分钟，晚上饭后则散步半小时，临睡前再吃几颗西梅干并多喝水。如此坚持了1个多月，小张现在几乎每天早上都能按时顺利的排便，整个人轻松了许多，精神状态也比以前好了。另一位长辈则常年被便秘困扰，在我的建议下，他每天早上空腹喝1杯蜂蜜水，搭配芹菜汁，中午和晚餐各吃1小碗地瓜饭，睡前加上1杯温牛奶和1汤匙橄榄油。渐渐的，他从原本4-5天才能上1次大号，改善成2天1次，如今偶尔甚至1天就能排1次便。他自己都感叹肠道顺畅之后，人也觉得神清气爽，精力充沛。由此可见，只要方法用对，大多数功能性便秘都是能够明显改善甚至痊愈的。当然，如果严重便秘长期无法改善，还是要及早就医，让专业医师找出原因并治疗。另外，如果一向排便正常的人突然出现持续的便秘，或伴随腹痛、便中带血、体重异常下降等症状，
就应立即就医检查，排除肠道肿瘤等严重问题。医师在判断为功能性便秘后，通常会建议一些辅助措施，例如使用渗透性软便剂，如乳果糖、聚乙二醇溶液，增加肠道水分以软化粪便，或短期使用刺激性泻剂，促进肠道蠕动。此外，还有一些纤维补充剂，如洋车前酯壳粉，也能增加粪便体积和含水量，帮助排便。但不管使用哪种方式，都应遵照医师指导，切勿长期乱用泻药，否则反而会使肠道更加懒惰，形成对药物的依赖。总而言之，对付便秘没有捷径，但也绝非无计可施。我们需要从日常饮食、水分摄取、运动习惯等各方面多管齐下，一步步调理肠道。虽然改变习惯需要毅力，但只要坚持下去，肠道一定会给你惊喜的回应。当你真正摆脱了便秘的纠缠，你会发现不仅小腹平坦了，整个人也变得神清气爽，有精神。希望今天分享的这些方法和知识能够帮助到你，让我们一起跟讨厌的便秘说再见，迎接轻松畅快的每一天。最后提醒一句，坊间有些标榜清肠排毒的茶饮或产品，往往暗含刺激性泻药成分，它们可能让你在短时间内跑很多趟厕所，但那其实是不正常的。肠道强制排空，长期使用不但可能导致电解质流失、肠胃受损，还会使便秘更加恶化。千万不要轻信这类声称快速见效的产品，改善便秘还是应该以天然健康的方法为主，循序渐进调理肠道，才能真正远离便秘的困扰。